80年代中後期，由於《勇者鬥惡龍》和《最終幻想》的出現，日式 RPG 遊戲成為了家用機上的熱門類型。隨着這類遊戲的發展，區別於街機的傳統玩法，也讓家用機真正發展出了自己獨有的一塊陣地。PCE 主機作為當時最強的家用機，有着遠超紅白機的性能。那麼在這台主機上推出的首款 RPG 作品會是什麼樣子？咱們就一起來看看這款《邪聖劍》。為了發揮 PCE 主機的性能優勢，和之前 FC 上的 RPG 作品展現出差異，開發團隊在畫面和音樂上下足了功夫，面對的受眾也定位在年紀更大的玩家群體。遊戲風格專注於黑暗恐怖的世界觀，封面使用了瑞士知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吉格爾的作品，並且以克魯蘇的神話為主題，構建了大量的角色形象，一些敵人外形怪誕，戰鬥特效鮮血四濺。當時的電視廣告還使用了晚上不要獨自玩的宣傳語。在很久以前，神魔之間爆發了一場持續數千年的戰爭。為了結束這場與魔族的戰爭，眾神打造了一把擁有強大力量的寶劍，名為邪聖劍亡靈法師，最終戰勝了魔族，並在神與魔的世界之間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。神的世界叫做天界，魔的世界叫魔空界，两者之間的新世界被命名為地上界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伊什梅利亞王國遭受了詭異怪物的襲擊，國王不幸身亡，王國瀕臨毀滅。臨終前，國王留下遺言，為了擊敗怪物，必須找到邪聖劍。懷着這樣的信念，英雄和他的夥伴們踏上了冒險之旅。遊戲的系統並沒有脫離當時最熱門的《勇者鬥惡龍》的框架。一開始，主角扮演的英雄和賢者對話後，就可以選擇同伴角色，共有5個角色，相當於不同的職業。有擅長攻擊魔法的女法師萊姆，擅長防禦和回復魔法的卡奧斯，力量強大的戰士角色巴龍，速度快的盜賊型角色麥斯特，和能力均衡但晚熟型的羅米娜。從5個角色裡選擇2個與主角一起，組成3個人的隊伍，俯視角的探索、城鎮對話、收集信息、購買物品和裝備。菜單欄也是借鑑了《勇者鬥惡龍》，對話、調查、查看物品和裝備等等。大地圖上隨機御敵，戰鬥是第一人稱回合制指令的形式。戰鬥畫面裡顯示的敵方角色都有動畫效果，並不是靜止的圖片。這些角色形象可能會對一部分玩家造成不適，但在當時這就是最大的賣點。在戰鬥結束後，有時會掉落寶箱，或者在探索的過程中也會發現寶箱，這時需要選擇開箱子的角色。寶箱裡也可能有陷阱。進入洞穴這類地牢迷宮探索時，要用到照明類的道具，即便如此，使用照明道具也只能略微擴大一點點可見的範圍，視野還是會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本作戰鬥的難度很大，隨着不斷探索地圖，敌方怪物變得越来越強，一些敵人還能造成威力強大的暴擊，如果等級較低，可能會被這些暴擊瞬間秒殺，因此需要充分的練級。但比較獨特的一點，並不是級別越高，能力數值越強，升級後的成長是預設好的，有一個類似於巫術的衰老設計。到了後期的某個階段，升級後屬性不會變強，反而會下降。另外，敏捷性非常的重要，不但影響攻击的順序、命中和回避、逃跑的概率，雙方敏捷值相差過大，還會出現多重攻擊。遊戏的流程並不複雜，邪聖劍被分成3個部分，存放在不同的地點。主角團隊要分別找到劍柄、剑刃和劍鞘，然後找到記載着如何復活這把劍的埃吉諾斯之書，由神之島上的賢者將神聖之力注入劍中，結合本身存在於劍裡的邪惡之力，就能復活邪聖劍，利用劍的力量擊敗最終 BOSS 惡魔阿薩托斯。最後，主角將邪聖劍托付給賢者，自己離開了王國，並要求將劍深埋地下，永遠地封印起來。不過，故事的結局並不是大部分的日式 RPG 拯救世界之後的 Happy Ending。片尾字幕結束後，標題畫面裡曾經出現過的臉再一次出現，並對人類發出警告。這種力量連神都無法擁有，並且伴隨着挖土的聲音。這款 RPG 作品由於有主機性能的優勢，畫面和音樂的水準在當時顯得很突出。不過還是依附於那個時候 RPG 的主流系統框架。故事除了結尾部分，整體上都比較簡單直白，戰鬥難度較大，也存在一些平衡性的問題。但獨特的主題和恐怖氛圍的世界觀，即便放在現在，依然有着尚未消退的光芒。